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的故事，关于一位福建小学老师嫁到台湾的真实经历。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，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思考。事情要从去年说起，那时候我认识了女主角小林，她是福建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，年方28，知书达理，温婉可人。她通过我们婚恋平台认识了在台湾工作的阿华。阿华是新竹科学园区的工程师，年30有2，性格开朗，为人老实。两个人第一次视频见面，那叫一个投缘啊！小林被阿华的真诚打动，阿华也被小林的温柔吸引。他们聊得特别开心，从教育理念到人生规划，三观特别合拍。阿华说起在台湾的工作生活，小林听得入了迷。丽姐，我感觉阿华真的很不错。小林私下跟我说，他说话做事都很靠谱，而且特别尊重我的想法。确实，阿华给我的印象也很好，他不像有些海峡对岸的男士看不起大陆女孩。他说，两岸一家亲，都是炎黄子孙，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。两个人视频了1个多月后，阿华专程飞来福建见小林。第一次见面，阿华就带了台湾特产凤梨酥、高山茶叶，还有一些文创小物。小林被他的用心打动得不要不要的。他们约会的第一站是鼓浪屿，走在充满历史韵味的老街上，阿华跟小林说起台湾的人文风情。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处处都有古迹和文化底蕴，尤其是那些老街，每一条都有自己的故事。小林听得入神，他说，感觉台湾保护得很好诶，不像我们这边，很多老建筑都拆掉重建了。阿华点点头，是啊，台湾人很重视历史文化保育。我们那边有句话，新旧共存，就是要让传统和现代和谐相处。3天的相处，让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。临走前，阿华认真地对小林说，如果你愿意，我想认真追求你。虽然隔着海峡，但我会用心经营这段感情。小林被阿华的真诚打动，答应了交往。可是好事多磨啊！当小林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人时，家族群里立刻炸开了锅。疯了吧？嫁那么远干啥？台湾人靠得住吗？你是不是被骗了？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特别是小林的大伯最为激动。原来小林大伯年轻时参过军，正是在对台战备时期。那时候两岸形势紧张，他在前线被炮火击中，落下了终身残疾。这段经历让他对台湾有着复杂的情绪。我不同意。大伯在家族群里发出强烈反对，当年我们可是刀口舔血，现在你倒好，说嫁就要嫁过去。小林的父母虽然没有明确反对，但也充满担忧。女儿啊，你想清楚了吗？那边的生活方式不一样，你适应得了吗？但是小林很坚定，他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知道家里人是担心我，但是阿华真的很好，我相信他，也相信自己的判断。看着小林坚定的眼神，我知道他是认真的。作为红娘，我见过太多姻缘，有些是为了物质，有些是为了现实，但小林和阿华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认同，这样的感情值得我们祝福和支持。面对家人的反对，小林和阿华的感情反而更加坚定了。阿华特别理解小林家人的顾虑，他说，我会用行动证明给阿姨叔叔看，我是真心爱小林的。为了让双方家庭有更多了解，阿华邀请小林去台湾见见他的家人。第一次去台湾，小林就被那里的生活方式震撼到了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小林兴奋地跟我分享，台湾的生活节奏好舒服，大家都不会很急躁，公车站牌上还会显示老大，公车还有几分钟到，多亲切啊！最让小林感动的是阿华的家人。第一次见面，阿华妈妈就给小林炖了一锅温暖的麻油鸡。来，小林啊，喝点暖暖身体，大老远来，辛苦了。那份朴实的关怀，让小林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阿华带着小林去他工作的新竹科学园区参观，这里是台湾科技发展的重要基地，很多世界级的科技公司都在这里设厂。阿华自豪地介绍，最重要的是，这里重视人才，不管你是多大年纪，只要有能力就有发展机会。小林不禁感慨，真好啊！在大陆，很多单位招聘都有年龄限制，35岁就快被淘汰了。在台湾的一周，
小林看到了很多让他惊讶的事，比如医疗保险覆盖面特别广，看病不用担心把钱花光，老年人也能找到适合的工作，发挥余热。路上很少看到豪车，但普通人的生活质量都不错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小林说，这里的亲戚聚会，大家就是吃吃饭、聊聊天，不会互相攀比谁家孩子考上什么学校，谁家买了什么车子。阿华笑着解释，台湾社会比较重视个人价值，不会用物质来衡量一个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只要快乐就好。回到福建后，小林更加坚定了要嫁到台湾的决心。她开始认真准备各种申请文件，同时也在努力说服家人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在台湾会过得很好的。小林给父母看在台湾拍的照片和视频，你们看，阿华家人都很照顾我，他们也很期待我们的婚事。小林的妈妈渐渐被说动了，女儿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，只要你觉得幸福，妈妈就支持你。但是大伯那边依然强烈反对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不孝？大伯在家族群里发脾气，当年要不是我们保卫海防，哪有你们现在这么安稳的日子？面对大伯的指责，小林很难过，但她更坚定了。丽姐，我知道大伯是因为过去的伤痛，但时代在进步啊，我和阿华的感情不该被历史的恩怨束缚。阿华也很理解这种情况，他说，两岸之间确实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，但我们这一代人要用爱和包容去化解隔阂。我会好好照顾小林，让他的家人放心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，原来阿华的外公年轻时也是从福建过去的，而且跟小林大伯是同一个县的。这个巧合让两家人都感到震惊，这不就是缘分吗？我跟小林说，你看，血浓于水，根本就是一家人啊！这个发现多少化解了一些隔阂，但要完全得到家族的认可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不过我相信，真诚的爱情总能战胜一切阻碍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林对台湾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向往。他经常跟我分享在台湾的所见所闻，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差异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台湾的教育真的很不一样。小林激动地说，学生的课业压力没那么大，老师更注重培养孩子的兴趣和思维能力。作为一名小学老师，小林对教育特别关注。他发现台湾的小学生虽然考试分数可能不如大陆学生高，但创造力和表达能力都很强。他们敢想敢说，很有自己的想法。课堂上不是填鸭式教育，而是引导孩子们去思考、讨论。阿华告诉小林，台湾的大学教育也很有特色。我们这边的大学生，课余时间会参加很多社团活动，做义工，学习各种技能，不会一味追求分数，而是注重全面发展。这些差异让小林对未来在台湾的教育工作充满期待。我真的很想去台湾的学校教书，感受不一样的教育理念。但是要在台湾当老师并不容易。首先要通过教师资格认证，还要克服语言障碍。阿华很支持小林的想法，慢慢来，我陪你一起努力，先把婚礼办了，其他的我们一步步来。说到婚礼，可把小林愁坏了。按照闽南习俗，结婚要选个好日子，还要准备很多礼金礼品。但是台湾这边的婚礼习俗又有所不同，台湾这边的婚礼比较简单。阿华解释说，不会像大陆那样大操大办，更注重仪式感和温馨。小林觉得这样也挺好，其实简单点好，不用那么铺张浪费。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开开心心，家人平平安安。但是家族群里又炸锅了，怎么能这么随便？这是要让我们家丢脸吗？连像样的婚礼都办不起，还怎么过日子？面对这些指责，小林心里很委屈。他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真的很无奈，为什么结婚一定要大操大办？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觉得风光？这时候，阿华表现出了让人感动的理解和包容。要不这样，他提议我们在台湾办一场简单的婚礼，在福建再办一场符合当地习俗的，这样两边的亲戚朋友都能参加，也都开心。小林被阿华的体贴打动了，你真好，为了我付出这么多。阿华笑着说，傻瓜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你为了我不也要放下很多东西吗？看着他们互相理解、互相体谈的样子，我觉得特别欣慰。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，能让两个人为对方改变，为对方付出。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，
小林的大伯放出话来，如果她真的要嫁到台湾，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大伯了。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狠狠地扎在小林心上。她哭着跟我说，丽姐，为什么爱一个人这么难？我只是想追求自己的幸福啊。我安慰她说，傻丫头，大伯这是气话，等你们结婚后，好好过日子，用行动证明给他看，时间会化解一切的。阿华也很心疼小林，他说，别难过，我们的路是自己选的，就要勇敢走下去。等安定下来，我陪你常回福建看看。在万般压力之下，小林和阿华的婚礼筹备还是在进行。这期间，小林又去了一趟台湾，这次他更深入地体会到了台湾社会的人情味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台湾的邻里关系特别和谐。小林跟我分享，阿华家隔壁的阿姨知道我要来，特地煮了一锅米粉汤，说要给我补补身子。不仅是邻居，连路上遇到的陌生人也很热心。有一次，小林坐公交车迷路了，司机师傅不但细心指路，还特意绕了一点路，把他送到目的地附近。他们管这个叫顺路，就是举手之劳的意思。最让小林感动的是台湾的敬老文化。公交车上看到老人家上车，年轻人马上就让座。超市、银行都有专门服务老年人的柜台，而且服务人员特别有耐心。阿华告诉小林，这些都是台湾社会长期培养的公民意识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互助互爱，要用同理心对待他人。小林不禁感慨，难怪台湾的社会福利这么好，因为每个人都在为社会尽一份心力啊。渐渐的，小林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台湾的生活方式。这里的人不会盲目攀比，不会为了面子借钱买豪车，也不会给孩子报一堆补习班，感觉每个人都活得很真实，很自在。阿华笑着说，是啊，我们这边有句话，知足常乐，只要生活过得去，心灵富足就好。这种生活理念深深打动了小林，他开始思考，也许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，不用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，不用为了面子伤神动心，简简单单，快快乐乐。丽姐，我决定了。小林坚定地对我说，我要在台湾好好生活下去。虽然工资可能没有大陆高，但是生活质量真的很好。阿华也支持小林的决定，等你来了，我们一起打拼。这里的机会很多，只要肯学肯干，一定能过上想要的生活。但是这个决定意味着小林要跟大陆的亲戚渐行渐远，特别是那些反对她嫁到台湾的亲戚，可能真的会跟她断绝来往。其实我也很舍不得。小林红着眼圈说，但是人生总要做选择，我选择追随自己的心。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小林的奶奶突然住院了，老人家一直念叨着要见小林，这可愁坏了小林，他马上订机票回福建。奶奶躺在病床上，拉着小林的手说，丫头，奶奶知道你要嫁去台湾了，虽然有人不理解，但是奶奶支持你，只要你过得好，奶奶就放心了。这番话让小林泪如雨下，原来奶奶一直都懂他的心，只是一直没说破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大伯居然也来医院了。看到小林，大伯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说了一句，既然决定了，就好好过日子，别让家里人操心。这简单的一句话，让小林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。他知道，这是大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关心。奶奶住院这件事，意外地化解了家族之间的隔阂。大家发现，比起那些历史恩怨，亲情才是最重要的。丽姐，我觉得特别感恩。小林含着泪说，原来大家都是爱我的，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。在家人的祝福下，小林和阿华终于举行了婚礼。按照计划，他们在台湾办了一场简单温馨的仪式，在福建办了一场传统热闹的酒席。台湾这边的婚礼，小林特别感动，婚礼不铺张，但特别用心。阿华准备了一个温馨的视频，记录了两人的点点滴滴。最后他说，谢谢你愿意千里迢迢来到台湾，我会用一生的时间好好照顾你。福建这边的婚礼，阿华也表现得很好，他用流利的闽南话跟长辈们敬酒，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。这个女婿有心了，大家都这么说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小林的大伯不仅来了婚礼，还特地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。这是我当年在前线用的望远镜，大伯说，现在两岸和平了，就把它送给你们，也算是一个纪念。这份礼物让小林和阿华都很感动。
阿华郑重地说：“大伯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份礼物，也会好好珍惜小林。”婚后，小林很快就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他考取了台湾的教师证，在一所小学找到了工作。这里的教育环境真的很好，学生们都很活泼可爱。让小林特别欣慰的是，台湾的工作环境很人性化，学校里有很多40、50岁的老师，大家都是凭实力说话，不会因为年龄受歧视。阿华在新竹科学园区的工作也很稳定，这里重视创新，只要你有想法、有能力，就会有发展机会。他骄傲地说，而且不用加班到很晚，能照顾好家庭。小林发现台湾的养老制度也很完善，这里的老人家生活得很精彩，有各种社区活动，还能继续学习。他开始规划以后要接父母过来养老。现在小林和阿华在台湾已经安居乐业。丽姐，谢谢你当初的牵线搭桥。小林常常这么对我说，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就错过了这么好的姻缘。作为红娘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看到小林和阿华的故事，我觉得特别欣慰。这不仅是一段跨越海峡的姻缘，更是一个化解隔阂、促进理解的佳话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我常跟相亲的年轻人说，只要是真心相爱，再远的距离都能跨越。好了，小林和阿华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天下有情人都能像他们一样，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也祝愿两岸的交流越来越多，情谊越来越深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是红娘丽姐，咱们下次再见。